今天跟大家分享怎么使用 Claude 里面的 Project。那什么时候会需要使用到 Project 呢？如果说你经常发现自己跟 Claude 不断的对话同样的指令的话，或者是你想要把自己的个人或者是工作之间的对话分开，或者是你有工作上不同领域的对话，你想要一个一个都独立于其他之外呢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 Claude 里面的 Project。那我们今天就用2个工作上的案例跟一个个人的案例来讲怎么使用它。我们现在到这边是 Claude 的对话界面，那我们可以在左边的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叫 Project 的，我们就点进来这里。点进来这里之后呢，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 Project， 我们就看这个 New Project， 点进来就可以制作一个新的 Project 了，非常简单。那么我们在制作之前，我们再想一下说免费版跟付费版有什么区别。如果是免费版的话呢，它其实还是可以建立 project， 它可以最高建立到5个 project。如果说你没有需要用到这么多 project 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先用免费版。那如果说你预计你会用到超过5个，那你就可以用 Pro。那么免费版跟 Pro 其中还有一个区别，就是说如果你的容量在 project 里面达到上限的时候， Pro 版它会自动会做一个 rag 的动作，意思就是它有点像是把它压缩，然后可以让你可以读取的空间更多。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关于 project 的就是 project 的 memory。那 project 的 memory 它其实有自己的 memory， 意思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地方对话，在不同的 project 跟 project 之间是不会有关联性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在一个 project 里面讨论棒球，那这个棒球呢，也不会牵连到另外一个 project， 比如说你在另外一个 project 讨论是篮球，那你这2个之间的 memory 是不会相连的。那这个就是因为它的设计是要让你在这个 project 里面跟其他 project 是完全独立的状况，所以说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。那我们在建立 Claude 的 project 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想3件事情。第一个是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我经常做的，那我需要 Claude 来帮我做。那第2个是说我经常做的这些东西有什么固定的指令，那我可以 pass 给 Claude 让他来帮我做。第3个呢，如果我们有知道要做什么，然后又有指令之后呢，我们第3个要给他就是公司的类似的背景资料，这样子 Claude 才知道说我到底要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，对吧？所以这3件事情是做一个 project 之前我们需要先准备的事项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假设有一个公司叫做 Nova， 这个公司呢是为中型的企业提供数据分析的平台。那么右边呢有我们的 Nova 公司的定价表，依照不同的企业的大小有不同的企业的方案。那么呢，除此之外，假设说我今天是一个公司的一个业务的话，那我肯定有一个类似公司固定格式的一个业务的表格。那假设说这个就是公司的表格的话，那我不同的客人呢，我有根据他的不同的需求给他提供不同的方案，然后跟他说导入了时程跟下一步我们要怎么走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范本。这个时候呢，我需要把这3个文件都丢到 Claude 里面的 project 里面，让他知道说我们现在到底的背景是什么。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怎么去回答我们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回到 Claude 来看一下我们怎么进行下一步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按这个 New Project， 因为我们准备要建立一个新的 project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project 叫做我们的业务助理，因为我是一个业务嘛，所以说我可以叫它是我们的业务助理。好，那我们就按 Create Project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到这个 project 里面的主页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要把刚刚我想要上传的3个 file 都上传上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需要给它一个 instruction。那 instruction 要打什么呢？我已经先打好了。instruction 呢，其实就是在告诉 Claude 说你到底是谁。那比如说他是我的一个助理的话，那你肯定要跟助理说，我需要你帮我做哪些事情，然后你这个格式要是怎么样子的，要 follow 什么的 steps。所以说这边呢，我就是在跟他讲说，你是我的工作的业务助理，那我会把这个资料呢上传到档案之中，然后呢，触发的方式是说，我跟你讲什么，你就做什么事情。比如说我跟你讲提案，那你就帮我填写完整的提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
我还要再跟他说其他注意事项，比如说如果说你表格需要像是固定是怎么样子的，那你也可以跟他讲。所以说这边就是安排工作之前，你先跟 Claude 的 project 里面讲说你要怎么样子的输出模式的话，你就在这边跟他讲清楚。然后讲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按 Save。好，这个 Save 完之后呢，我现在需要来做一个测试。然后假设我现在有一个公司来找我们做一个新的提案，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我这个时候就打入这个就可以了。比如说这个公司叫做宏达制造，他们是制造业，需要整合 ERP， 然后他们的预算是50万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直接按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就会开始读我刚刚给他的一些资讯，然后去做出我想要的一些输出。好，这个时候他已经跑完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左边他已经把这个提案做完成，然后并且按照我需要的一些重点去做分析，比如说切入的一些痛点，还有推荐方案，然后同时也有引用案例。还有就是它的表格的排版呢，跟我需要的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看到右边这个排版是我所需要的，没错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非常方便了。你就是把这个档案呢，可以直接 download 下来之后呢，做你下一步想要做的动作就 OK 了。我刚刚看完一个案例之后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。假设说我是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客服。那我肯定公司里面有不同客服相关的一些公司的文件，比如说常见的问题集啊，或者是公司常问到的一个方案的问题啊，或者是退款或者合约的政策等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把这些重要的资料都收集起来。那我就是要把这个都到我们的 project 里面呢，把 project 变成是我的一个客服的一个助理。这样子我每次回答就可以按照我们公司的一些 SOP 去做一个回答的动作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操作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到了一个新的 project 界面，然后我可以命名这个 project 叫做客服助理。同时呢，我把刚刚的文件呢都上传上来。这个时候我需要再跟刚刚一样打一个 instruction。好，我已经打到里面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我跟他说你是我的客服助理，帮我处理客户的来信。那怎么样触发任务呢？我到时候会丢上客户的资料，你就帮我拟一封可以寄出的回复。那回复呢有这些原则，就根据这些原则去做指令的动作。好，这个时候呢我就按 Save。好，那我现在都 OK 了。那我这个时候呢，假设说我现在有一个客户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关于这个合约的，那我就直接把它丢进来。好，这个时候我需要 Nova 客服助理帮我做回答，我就按确认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跑完这个回复了。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有一个主旨跟一个正文。那么正文呢，他也会跟我讲说现在升级费用的计算方式是什么，之前已经付费的东西呢，也告诉这个客户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，同时跟他说可以做一个跟我们联系的一个动作。这个时候我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直接写到我的 email 的话呢，我可以说帮我写到 Gmail， 然后跳出这个指令之后呢，他就问我说要不要连到 Gmail。 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按 Always Allow 或者是一次都可以，看你想要怎么样都 OK。 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Gmail 的 Draft 这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草稿已经帮我打好了，是不是特别方便？好，除了在工作上可以用 Claude Project 之外呢，我在个人生活上也可以用 Claude Project。那比如说我现在想要透过 Claude Project 来跟我做一个专门的财务助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告诉他我的财务状况，比如说我的月收入、我的支出还有存款都是多少。那基于我的数字呢，给我一个比较实际的建议。那这个时候可以帮我分析说每个月的现金流跟存款的速度，然后怎么调整支出的结构等等。好，这些我打完之后呢，假设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月花了比较多钱，我还能够追上我的存款目标吗？好，那我现在就问他这个问题。
好的，那现在他已经回答完了，他就告诉我说，照目前的花钱方式，我追不上我的存款目标。这个月的实际情况呢，我月薪62000，实际支出是28000，再加上我有一个娱乐支出12000，剩下我这个月只存22000。那我的目标呢是3年目标存150万，目前存了32万，所以我缺118万。118万除以3年，36个月，所以我每个月至少要存33000才能达到目标。他现在就告诉我，照我现在的花费方式，平均的娱乐6500的话，我每个月可以存27500，但是还是少了每个月的目标大概有5000。所以说，如果说就算我把娱乐费控制到下限低于5000块，我还是差每个月至少有差3000多。所以说他现在就告诉我说我的可行性方案是什么。那我可能觉得说，他的回答都是太文字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其他的动作，让它更图像化一点，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呈现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说帮我做一个互动式的工具。然后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买头几款存款的一个工具，然后看我能够每个月拉多少，可以存到150万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拉到33000。这个时候到33000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刚好达标。这个图像化呈现就是说，我可以依照我每个月呢存多少钱的改变，去看我到底还要晚还是早多少时间。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出一个计算器的一个方式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边做一个计算器，然后计划一下自己的财务规划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完了 Claude 的 project 之后呢，希望大家觉得这个影片对你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有所帮助。那我们之后会再更加的分享其他关于 Claude 有关的其他功能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